大家好，我是图产姐 Isis Wu。大家好，我是温总。温总，嗨，今天请你来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下所谓的蜥蜴人以及外星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看呢？就是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地球从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被外星的种族入侵然后统治的。那其中一派其实就是蜥蜴人，就是外表看起来像蜥蜴，可是两脚站立的这种人形的生物。他们好像在幕后一直秘密的统治整个人类整个地球的发展。在超意识 DNA 当中有特别提到，我们人类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早期来到地球的第一批的爬虫类外星人，他们与我们地球的一个最远古的猿人的 DNA 去做了这个工程的基因编辑、基因工程编辑，做了之后呢，才开始有我们自人的出现。我们的 DNA 里面本来就有这些爬虫类外星人的一个基因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真的吗？对，你也是啊，我也是啊，我们大部分的 DNA 都有外星人，这 so what 被统治，然后呢，我们还不是要过得好好的？所以到底在担心什么啊？有一种阴谋论吧，蜥蜴人很邪恶啊，然后创造了我们，并且在背后控制着我们，好像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外星生物创造论这个论点又跟传统的基督教相违背，导致很多人的恐惧。我要先来厘清一下啊，不是所有的那些外星人或者是蜥蜴人都是非常坏的坏人，或是极其邪恶。我们先不要被我们所谓的阴谋论给绑架了。那你有被绑架吗？我还好。还是你也很以你是一个蜥蜴人为荣呢？有一点，有一点哈。好，我们的温总有一点啊。我要来分析的是，我们的 DNA 里面其实不只是20种外星人的基因在，我们其实有超过34种的 DNA 在我们人类的 DNA 里面，所以我们内在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外星人种啊。那只是看你现在的这个 DNA 的基因的比例高达多少而已。据我所知啦，外星人跟我们地球人的混种非常非常非常多。波比族他们所守护的地心文明也是属于不同的外星的种族，并不是我们全部都是被蜥蜴人给掌控。的确啦，整个光明会或是背后的大 boss 的确掌控很多，像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影片中去看见好几个名人呐，都是啊，甚至是整个英国皇室都是蜥蜴人。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哦。还有一种听说就是蜥蜴人，他们居然有分阶级耶。好像不同的蜥蜴人会有不同的外表的形状，有些会长角啊什么的。其实蜥蜴人呢，他们非常的厉害，他们的确具足所有的一些超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上的这些等离子，还有他们自己身上的等离子，去重新的解构跟建构，就很像变形人啦。它可以变成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人类的外表跟样子。根据他们不同的这个 level， 的确会有不同的能力，本来就已经有一些基本的灵通力，我们人类还要好好的修炼呢。对，而且听说蜥蜴人在某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居然有出没而且攻击人类的事情发生耶。像美国一些郊区啊，就听他们说哇，会在晚上的时候看到那种眼睛发着红光、两脚爬行的怪物，然后还会在那些车上留下很深的爪痕，有人失踪。有人失踪哦，我有去读这个档案哦，因为那个在当地的美国州的政府其实都已经有明文规定，有些地方要半夜减少这个到哪个地方沼泽的附近。我去读取这个讯息，我发现其实那些你们以为的蜥蜴的一个兽人，其实他们是兽人，他们不是蜥蜴人，是被 DNA 剪辑从实验室创造出来的产物。真的吗？对，我不觉得他们是那个什么从外太空被抓到啊，然后抓到之后，然后不小心被放出来，他们比较是实验结果而出现的。我收到的讯息是这样，所以也是人类去做的实验吗？我觉得是特殊人类所做的特殊的实验，那只是刚好他们的力大无穷，然后又找到地方钻出来，那又觉得说是人类
绑住了，或是绑架了他们，所以就开始进行一些破坏，不只是对人类的愤怒，他们也会去抓取比较大型的动物、生物为食。那只是针对人类的话，透过这个吃的过程，他们吃更多的人类，他们的外在的显化成人类的模样，将会是越剧组。听起来有一点像以前那种中国这些妖精啊，或是仙啊，吃了然后就变成人形的这种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对。那另外有听到，好像蜥蜴人是从地心出来的，像之前有一个莱瑟塔档案，他就描述到一个女蜥蜴人从地心出来。然后我还有听说过，印度有一些区域，他们是那边长辈都会交代，晚上千万不要出去，那附近某一个山区会有一些蜥蜴人的活动这样子，所以他们真的是住在地心吗？莱瑟塔外星人这个档案我有去看，那他基本上说的都是真的。还有就是之前我也有收到，整个地球在某一个时候的确有发生那个核战争，那个核战争的确也造成了很多的恐龙，就是那些小恐龙嘛，被他们躲在一些地方海底啦，或者是躲在山洞里面没有被波及的，那他们的确也是因为核能的一个影响而造成基因变异。基因变异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可以站起来了，不再是四足扑在这个地面上哦，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人猿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学习，越来越能够双脚站立了。的确是有一波这样子的一个恐龙人的出现，最原始从猎户座来的，或是从天龙座来的这些族群又不太一样，后来都有经过这些基因的重新的融合跟剪辑的工程，然后让他们有逐渐进化的能力，这倒是真的。温总，你有讲到说，在地心是很多外星人的种族，或是地心人他们的活动的一个空间跟地方。那我要说，我们现在人类是住在地表嘛，我们的这个地壳再往内，其实总共有3个一层一层一层的地核、地海、地核。它其实这个中间的很多空间里面，又住着各个不同的外星人的族群。那只是我们的大地之母的意识，它是化作在地核之中的火焰，透过这个火焰的运作跟燃烧，在帮助我们的整个地球在运行。而且这个火焰其实也是对应着我们的太阳系的太阳，所以很多高等的外星文明，他们并不是什么透过几亿光年，然后从他们的星球然后飞来地球，没有那么蠢，他们是透过去到了太阳的核心，像 NASA 就已经有拍到我们的那个太阳，有很多的一些外星的太空船都已经在那边降落啦，而且不畏惧这个3、4千、4、5千高温的这个热度。除了在那个太阳的表面去吸收这些能量来维持他们太空船的一个燃料跟能量之外，他们还可以进入到太阳的核心。那太阳的核心其实就是个虫洞，它可以透过这个虫洞瞬间转移到各个太阳系的星球。有很多人拍到，或者是我们 NASA 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更高科技拍到说，有很多的太空船是从地心或是海底浮上到我们的地壳，其实是透过这个瞬移的技术，然后来到了地球的核心，再从这个核心浮上在我们的地壳表面，然后刚好被我们拍到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科技其实是非常的发达，不是我们想的就是这样乖乖的在飞来飞去的运作而已。我们的整个南极、北极其实都是出入口啊，印度还有我们的那个西藏也都是各个的出入口，非洲有出入口啊，英国巨石阵那边也是出入口啊，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出入口啊，昆仑山也是出入口啊。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湖中生有的那些湖，其实都是跟我们地心
比较接近地心的各个文明的出入口，所以不同的外星人其实在地心他们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国度啦，其实比我们的地表还要热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者，《一念之转》的作者拜伦·凯蒂，听说他也是蜥蜴人。你听谁说？这是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资讯。连我们的唐朝女皇武则天，她也是被蜥蜴人夺舍入侵，成为后来的女皇大帝啊。是啊，你说拜伦·凯蒂，我也的确看到他在意图自杀的时候，也是有被夺舍啊。知名的 New Age 的这个想法跟系统，其实他们是很来自于白左的思想，自由啊，平等啦，然后没有纪律啦，尽可能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啊，很活在自己的感觉情绪里面啊。它跟右派苦修的领袖系统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太一样的。蜥蜴人在掌控世界，的确是啊，蜥蜴人本来就不想我们人类太早被醒觉，要是超过他们怎么办？这个状况就等于我们人类创造了很多 AI 的机器人，可是很怕 AI 机器人的智慧高过于我们人类，我们反被统治怎么办？像我们的那个唐朝女皇武则天，她也是在进入寺庙之后，你知道，在之前的她的性格跟进入了那个寺庙修行之后，她然后再被理智接出来之后，性格其实是很不一样。以前的她，当然她是有小女孩的那种。火爆啦、直接啦、任性，但是当他后来被送到那个庙里面的时候，那2年间，他其实也是收摄回内在，然后有一个瞬间，他也是被其他的灵魂穿越了进去，于是成就了后面不同的命格啊。不是这个人的肉体带着他的命运而来，而是灵魂带着他的命运而来，就是灵魂的 DNA 跟我们的肉体的 DNA 相结合之下，你的创造力可以发挥到哪里？是，听说很多世界的政要啊，或是明星，他们居然都是有蜥蜴人很高的血统的。哦，这的确是哦，像是这些明星或是政要啊，他们其实有分2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是从小就开始被培养。就是说，比如说背后的大 boss 已经有看到未来的状态，那就要开始安插这些角色在这个未来的棋谱里面嘛。所以有的是从小被发现他的那个 DNA 的外星人的含量，或者是他们蜥蜴人的含量偏高，那到达一定的一个指数之后呢，就会被物色看上，从小开始培养。哦，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后来才发现之后，比如说他已经变成是小有知名度的名人了，于是组织呢就会派人来跟他们接洽，然后接洽之后呢，就开始把它纳为在自己的组织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其实的确有很多的是从小培养的，跟后天他自己已经有些知名度了，然后被发掘之后被纳入组织。而且听说很多任美国总统几乎都跟蜥蜴人有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奥巴马没有啊，他比较像是傀儡啦，就像我觉得拜登他的作用也是一个傀儡的性质，虽然他现在还不是总统。我很喜欢明星，就 Angelina Jolie， 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一个蜥蜴女人，因为我发现有蜥蜴血统的这些女明星，她们都有一种很魅惑，有一种邪气，有一种那种很妩媚的一个能量，是散发出浓浓的那种女性的荷尔蒙。然后觉得他们既有力量，然后又有魅力这种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蜥蜴的外星人的女人啊。讲到这里，你会不会很渴望你自己的血脉里面也有外星人的蜥蜴人血统呢？而且他们在开发他们超能力方面也的确真的比较厉害。除了 Angelina Jolie 之外，我发现 Katy Perry 有爬虫类血统的外星人，还有那个 Angelina Jolie， 他们其实都有被拍到瞳孔会像是蜥蜴或是蛇一样的自动的放大跟缩小。对，就像这样，啾起来。我也觉得猫咪也是统治了我们人类，害我们对他们掏心掏肺，自愿当奴才，实在是太可爱、太可恶了。所以才会有猫星人这种说法。
对啊，你看汪星人的那个憨厚跟可爱，跟那个猫星人的那个魅惑力，其实程度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仔细想想，好像狗的眼睛就没有像猫那样子会像蛇一样，对，会这样缩起来。是，所以有外星人或者是爬虫类或者是蜥蜴人的血统，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可怕跟阴谋论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内在，不要被自己内在的这些阴影啊，或者是自己不接纳的创伤啦，或者是拒绝去看到的这些旧模式给绑架。我们的 DNA 里面的确有被置入晶片，让我们的寿命跟年龄没有这么的长。那所以很多修仙道的，然后或者是一些密教的修炼，的确都是在帮我们去打破这个的局限跟这个被置入的限制。所以修炼的重要是在于，我愿意打破我是个人，我不只是个人，我也不只是一个身体，我是一个超乎身体的存在。所以最后要表明的事情，不是所有的蜥蜴人都是一个负向或是正向的。我们所有的人种，其实我们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就像是一个太极一样，都要让我们去接纳所有万事万物，只要是存在，都是值得被爱哦。